大家好，我是素。今天我们聊一个让很多人感到隐隐不安却又说不清楚的问题——通缩。你是不是感觉呀，日常消费品没怎么涨价，甚至打折的越来越多了，而手里的房子却卖不动，工资涨幅几乎停滞了？更糟糕的是，现在找工作越来越卷，却依旧让已经有工作的人缺乏安全感。那这些碎片化的体感，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现象：通缩周期的到来。那很多人就问了，什么是通缩？它为什么会发生？对我们的财富、职业和生活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通缩的学名呢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不是简单的价格下降，在宏观经济学当中呢，它指的是货币购买力在持续的上升，而背后伴随着三大同步的特征：货币流通速度放慢，信贷需求坍塌，总需求持续收缩。那如果我们写成一个公式，就是通缩等于商品价格下跌，劳动者收入下降，信贷紧缩。如果用经济学的公式来说呢，就是 CPI 或者是 GDP 的平减指数连续为负，同时呢，社会融资和货币乘数同步滑落。CPI 下降，社融也下降，货币乘数也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就表现为通缩。CPI 或者是 GDP 的平减指数为负，表现为呢就是商品的价格下降，社会融资简称社融下降，说明企业和实体经济不愿意借钱了。货币乘数下降，说明印出来的钱在社会上转不动了。那如果这些现象同时出现，就说明进入到了一个通缩上升型的社会。举个极端的例子啊，如果全社会都预期明天的东西会比今天更便宜，那么今天大家都肯定不愿意花钱了，对不对？于是呢，就会表现为企业缩减产量，员工降薪，大家的消费降级，形成了商品价格下跌，居民的收入下跌，商品的价格再下跌的下行螺旋。通缩可怕的不是单点便宜，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被冻结了，社会上的现金流干涸了，信贷收缩了，企业盈利和工资同步都在走低，失业率上升，债务违约上升。进入通缩周期，宏观层面呢会出现几张冰冷的脸，就是第一张脸的特征，社会上钱的流速变慢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不花钱了嘛，所以它流通的速度就变慢了。第二个就是资产缩水，你手里的房子现在呢想卖出去没有那么容易了，要想卖的话呢也要大幅的下降，所以呢表现为资产缩水。然后就是社会上失业的人多了，失业加剧。再有就是大家的消费开始变得保守了，甚至是降级了。你看啊，现在银行呢把贷款利率一降再降，但是企业也不敢借钱，那消费者呢不敢花钱，于是呢现金成了稀缺商品，出现了流动性的陷阱，钱流通速度极大的变慢了。第二，资产价格下降，房价也包括股票的价格，甚至大宗商品都会在需求坍塌当中呢失去支撑。特别是高科技的成长股，在通缩时代，市盈率有可能会被腰斩。第三个就是工资和就业同步承压，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公司裁员、冻结招聘，剩下的岗位呢也是越来越卷。那第四点呢，可以说财政紧张，地方债的雪球会越滚越大。但是呢，基建保障房又必须兜底，财政的空间就会被极度的压缩。那当然，消费者的心态也会全面的保守，能不买就不买，能不换就不换，成为主流。通缩时代最凶险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价格下跌带来的短痛，而是收入下降、消费减少、投资减少三重收缩的自我强化，拖得越久，复苏就越艰难。那回到当下，中国现在是不是处在通缩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来看三组数据CPI 呢已经多个月是在0附近徘徊了 ，PPI 呢自2022年底以来呢一直是为负数的。那社会融资和货币乘数呢也一直是在同步走低，银行间资本成本虽然是已经降得很低了，但是实体信贷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冷淡。那么再叠加我们现在房地产去杠杆
高校毕业生的记录输出、制造业利润压缩等很多因素。但是我们看到的呢，不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式的那种深度的崩溃，而是一种轻度通缩加结构性紧缩的表现。你像房地产呀、重化工业呀是骤冷，但是咱们的新能源和数字基建仍然是有亮点的。现在低端就业可能很艰难，但是高端的研发或者是品牌出海仍然在扩张。也就是说呢，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宏观总量偏冷、行业冷热分化、军民加速存款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好了，那既然呢，中国现在没有在通缩周期里面，那么在一个类通缩的环境当中，我们干什么工作才能活得最好呢？先说结论啊，别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种现金流可以预测、需求相对刚性的行业，抗通缩能力最强。都有哪些呢？那第一大类啊，就是这个医疗，任何时代你总要看病吧。然后是基础教育，小孩的义务教育，再就是公共事业，水电煤气这些呢，在什么时代大家都要去消费。第二类呢，就是大平台，咱们说的这个央国企是吧？不管你是公务员编制啊，还是事业编制，它毕竟相对来讲裁员呢还慎重一些。第三类呢叫做自雇型，不依赖大平台，自己可以创造现金流的，比如说可以自己接单的咨询师啊、律师啊，甚至是财经内容的创作者，这些啊都算。因为在类通缩时代，信息焦虑会被放大，那么对高质量分析的付费意愿都会上升。在类通缩时代啊，相对弱势的是依赖杠杆和高增长的行业，比如说过去的高端房地产、可选消费，就是说可买可不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奢侈品，或者说纯广告流量平台。那么当增长的溢价不在，烧钱的模型呢就跑不动了，会迅速的失血。那么在这个时代，个人现金流的策略有3条。第一条叫降杠杆，不管你是花呗、借呗还是房贷啊，还有高息的贷款，可以用低息的把它置换，甚至提前还掉一部分，降杠杆。那么第二个就是现金流，现金为王，减少奢侈品等可选的非必要的消费。第三点叫增技能，不论你是不是现在有一份央国企的特别稳定的工作，你都要未雨绸缪，增加自己的技能，看看你有哪些专业的知识可以提供咨询服务给别人啊，或者做点小生意啊，尝试通过副业给自己增加一份收入。同时呢，你要保证6到12个月的现金流，最好你还能有一部分现金流呢，可以在未来抄底折价的资产。好，接下来聊一聊类通缩时代怎么看投资。类通缩时代的核心思路啊，就是保值大于增值，现金流大于资本利得，安全的资产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首先呢，债券，特别是高评级的短期和中期的国债，它的信用是最好的，风险也是最小的。然后呢，就是货币基金，相对来讲非常稳健。还有就是大额存单，它比你普通的存银行的利息呢要稍微的高一些。你不是为了挣它那个利息，而是要锁定低风险的收益。股市上面就要重点看高分红的，比如说公共事业类啊、消费龙头啊，或者是电信类的啊，高分红的股票。不要碰哪些东西呢？房产，大家知道现在房产的分化特别严重，如果这个时候谁再上杠杆去买房子，这个赚钱的不是不可能，难度系数增大了很多。还有什么？股票里的成长股、炒概念的题材股就不要再碰了，因为啊，这些股票
它的成长性溢价在类通缩时代是没有的，它的估值完全是建立在高增长的预期的预期一旦没有，它的股价就很难维系。还有不要碰的是什么？小众的收藏品比如说什么杯子曾经炒得很厉害的在这个时代就不要碰了。还有就是一些非常高雅的艺术品，因为呢这些东西市场深度低，在缺乏流动性的时候就会价格先跳水。好所以你看，在类通缩时代，我们可以投资选择什么呢？债券稳健的，特别是短中期的国债，货币基金大额存单，锁定收益。然后就是高分红类型的股票，包括公共事业类消费龙头类电信类不要碰的房地产，还有成长类的股票、题材类的股票因为他们都是炒预期的。还有就是小众收藏品、艺术品，这个时代，那这样的类通缩时代就不要碰了。最后呢，说一下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黄金，它在通缩时代并非是必然上涨的，黄金更依赖是实际利率的动向。如果各国央行被迫大宽松，实际利率为负了，那么黄金会受益；如果央行不放水，金价可能会横盘。所以在类通缩时代，黄金呢不必然涨，也有可能是横盘，也有可能是上涨，取决于各国央行的利率的表现。那关于黄金投资的具体分析，大家可以回看我的黄金投资说清楚那期视频的详细解读。黄金的投资根本关键还是要关注实际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方向，而非简单的物价跌就等于要买黄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人类历史上有3大典型的通缩时代，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镜像。第一面镜子就是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失去的30年，1990年到2020年。1990年，日本的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坏账压表。日本央行虽然当时把利率打到了0，但是日本的企业家和家庭在资产缩水之后，一致要去杠杆，没人想贷款。所以日本的零利率陷阱让货币流速崩塌。在过去的30年当中，日本的工资基本上都是原地踏步，房价腰斩，唯一没垮的是高品质的制造和全球的品牌。第二面镜子呢，就是美国。我们知道美国1929发生了什么？大萧条，股市一天崩了12%，银行连续破产，失业率冲到了25%。罗斯福新政通过了政府兜底，金本位终结，加上战时需求3重驱动，才把美国拉出了通缩的阴影。第三面镜子呢，就是欧元区了。我们都知道，欧洲在2010年到2015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周边国家的债务危机，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被高负债和紧缩政策压的是喘不过气来。欧洲央行祭出了 OMT 和 QE， 也就是说直接无限买债压住了利差，才避免了通缩螺旋。这3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结论：通缩的出口不是等市场自愈，而是要外部现金的冲击、产业结构的再造，加上货币的重新定位。日本因为技术转型慢，用了30年时间；美国靠战争拉动了需求，10年之后反转了。欧元呢，靠欧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持续的买债，把危机冻结了。通缩呢，不是世界末日，它更像是旧范式的熄火和新范式的蓄能。在宏观层面，当债务去杠杆完成，产能出清，技术突破成熟的时候，新的经济周期会重燃。比如说1930年代，美国开启了电气化，2000年之后，日本出现了高端制造出海，欧元区也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上在新的布局。对于个人呢，关键是我们要利用类通缩的低潮期，储备下一轮上升期需要的筹码。具体来说，咱们就是要减少负债，增加现金，
因为在类通缩的时期，会有很多资产处于历史价格的底部。如果你能看准趋势，进行抄底，那么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呢，你就会获得巨大的收获。还有就是个人可以拓展技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试挖掘自己的特长，把它变成副业，增加自己的一份收入。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觉得干什么也都不挣钱啊，情绪也处于低潮，你不妨出去走走看看，利用这段时间呢，拓展你的视野，拓宽你的人脉。当通缩周期结束，新的资产处于估值底部的时候，竞争者就会胜出。如果你能抓住现在的低价窗口，未来就会事半功倍。我们不需要在寒冬里开鲜花，但是一定要在春天来的时候手里握着种子。最差的策略就是在通缩时代躺平，等待复苏，却没有做任何结构性的调整。类通缩时代不是数字的游戏，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的工资条、房价表、招聘网站上的冷空气。它削弱了旧时代的模式，也顺带清空了浮躁，吹破了虚荣的泡沫。理解通缩，利用通缩，超越通缩，这才是你我应该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择机回复。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还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我们下期见。